杰克先生，您回来了。不要打扰我。杰克先生需要晚饭吗？出去。 来打扰我！巨人王，是你。杰克先生，您的早餐到了。 杰克先生，杰克先生，杰克先生，心上扣着一把锁，摇晃着羞涩斑驳。坠落这回旋的迷宫，一不小心，一步落空。 底片，这些人会是谁呢？老秦，老秦，老秦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两句。你有什么事儿，就直说吧。 杰克遇害的事情你知道了吧？法医验尸过后，没有任何线索。我想让你过去帮我看看，要不然的话，尸体就要移交给洋人了。你也知道，再破不了案，压力很大。江硕的墓园被盗，杰克又刚好去过墓园。 根据袁大小姐和江硕查看县志的资料来看，当年裘敬轩和杰克参加过同一个大会，只是因为裘敬轩没能在大会上夺冠，朝廷脸面挂不住，才导致他全家被杀。而这一切都围绕着钟表。江硕，6指给你的图纸还在吗？在，一直在我身上。 这一切又是6指的游戏，又是6指。老白，我跟你去查看尸体。袁大小姐，你带江硕查一下那个底片。没问题。走。哦，原来是这张照片。师傅，你认识他们？20年了，没想到还能再见到20年以前拍的照片。
这是前朝大员带着外国客人去裘府做客时候，请我过去拍的照片。原本朝廷封裘老爷为朝廷的御用表将，代表大清参加万国钟表大会。本以为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儿，谁成想满门抄斩。裘老爷说的，就是裘敬轩吗？这个人是谁？这是裘敬轩的关门弟子，大家都叫他小五。后来裘府遭难后，就再也没人见过他了。小五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倒是知道有一位姓武的钟表师傅。不是要参赛的吗？怎么现在就要把表铺给卖了呢？是啊，我爹让武师傅参加长山州钟表大赛的时候，武师傅说过，要把这个铺子传给他的儿子武良，怎么就给转让了呢？哎，进去看看吧。武师傅，武良，他就是武师傅的儿子武良。张硕，袁大小姐大驾光临，有何吩咐？我们是来修表的。表。武良，武师傅呢？我爹不在，前几日我爹出门说要处理一些私事，至今也没有回来。那他说有去哪儿吗？爹爹没有明说，估计要过一阵子才能回来吧。小心点。可以啊你。你别乱动，这些表都挺贵的。袁大小姐，这真不怪我，我哪知道这表这么沉啊？能有多沉啊？真挺沉的。兄弟，这照片上的人你有见过吗？我爹。除了你爹呢？他身边那个你见过吗？我刚才已经回答过了，我只认识我爹。袁大小姐，表修好了，谢谢啊。谢谢。是你的吗，牛奶？不是我的，是谁的？这表不是你给我的吗？交钱。谁说我不付钱了？我这么大方，再说我带你来修表，4十块钱当然是我。武良，等武师傅回来，麻烦你通知一下，让他来找我们。有刀吗？白开水，请。有发现？看来跟我猜的没错，他的喉管被人给掐碎了，才导致的窒息死亡。这种伤口在表面上一般看不出来，但是有经验的医生可以摸出来。这个杰克在长山州人生地不熟，谁能对他下手？目的是什么？他在长山州有一个老熟人，就是这次参加钟表大会的武师傅，他们在前朝就认识了。我们俩刚才去找过武师傅，但他不在。白开水，算上这一次，你算欠我2人情了。别客气，这位是年轻时候的武师傅，中间这位是武师傅的师傅，
也是我那块墓地残留坟墓的主人，他叫裘敬轩。他在前朝的时候参加了钟表大会，因为输给了他，导致全家被满门抄斩。晴儿，你刚才说这个杰克是因为喉咙被掐断导致窒息死亡的？喉管被人掐断，那得多大手劲儿啊！连点痕迹都没有，就掐断了。小心点，也只有钟表匠人的手劲，才能够如此干脆利索。五良，袁娜小姐，这几位是？我叫白开，过来问问你关于杰克的事情。啊。杰克？什么杰克？我不认识。嘿，这钟有点意思啊，哪儿买的？师傅造的。怎么？这个人绝对有问题。姓姜的，接下来就交给你。我把周围的坟墓都挖了，东西还是没有。你到底把它藏哪了？在哪？混蛋，连死人都不放过！你这是丧尽天良，天理难容！天理难容，我不管。只要东西没到手，别说死人，就是你和你的坏徒弟，我也不会手软。谁敢拦我，都要付出代价。就是这个英国人对永恒之钟做了手脚，害死了我师父。原来真正的凶手是他。
这地方很隐蔽，你要记得，有危险我们就在这儿汇合。你替我去参加钟表大会，借助永恒之钟，一定可以夺魁。这是我毕生的心愿。有什么事我会在这里等你。事成之后，咱们父子俩远走高飞。 你们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白开水，线索找到了，杀死杰克的就是吴师傅，他人在山洞，那个山洞离我的那个墓地不远，跟我走。吴师傅。 真是让我们好找啊，吴师傅。你们终于来了，该来的总是会来的。杰克是你杀的吧？是。为什么？他害死我师父，害我师父全家满门抄斩。 带走。起来。开门。吴师傅，师傅，徒儿对不住你。谢谢白警长，不都是我的功劳，还有他们。多谢二位。吴师傅，我只有一个问题，想要问你，请讲。 这个杰克，他到底想得到什么呢？我师父当年遇到了一位六指高人，帮他造出了一座永恒之钟，是我师父的遗产。杰克想要的就是这个。那你是否有听你师父提起过他的模样？ 我师父说，这位高人长着6根手指，我没有见过。六指为裘敬轩造钟，也就是说，六指跟裘敬轩应该是同一个朝代的人。活到现在的话。 年纪应该不小。裘敬轩乃是前朝第1钟表匠，还需要六指帮忙。莫非这座钟表非同一般？如果那个英国人挖坟是为了找到那座钟的话，说明那座钟一定非比寻常。可是杰克已经死了，凶手也已经抓到了。
那这个六指，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？先生，你果然在这儿。袁大小姐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是来找你说说武师傅的事儿。虽然武师傅承认杀了人，但我总觉得他不像是坏人，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蹊跷。袁大小姐，你说你爹权力那么大，如果他真想杀人的话，谁也拦不了。我爹也不想啊，英国大使那边太强势了，我爹也没有办法。谁让他杀的是个洋人呐？洋人？你说，洋人、武师傅、裘庆轩、六指，他们所有人都是围绕着钟转，难道说六指是想让我们找到那座钟？袁大小姐，要不咱们去钟表大会看看？走。这次的比赛我们都经过了充分的报告，希望。都督，大师，选手都已经到齐了，你看可以开始了吗？好，请。As you can see, this one is a very unique one at that time it was made. It comes from my great-grandfather, and it's about 100 years old. 你要看就去观众席上光明正大的看，别整天这么偷偷摸摸。我这叫站得高看得远。再说了，我长这样，我要是进去了，观众不得都看我呀？谁还看钟表啊？哼，脸皮可真厚。请那个。So it's a very seldom and precious clock at that time. So that's all about this clock. Hope you will like it. Thank you. 接下来有请长山州代表武良先生和他的永恒之钟。看破人心，方为永恒。爹，孩儿今日为您完成心愿。江叔，你还记得我？怎么又是你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你是谁才重要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我到底是谁？说！
假使没有药里安神的龙香，暗通穴位即可出去。家里的事儿就让你放弃理想，生意上的事儿爹来处理。只要你愿意，无论什么时候回来，家里的财产都有你的一半。爸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一个朋友邀请爸去参加个什么宴会。宴会？爸，我不准你去那个宴会，我不想让你去那个宴会，你不能去那个宴会，爸，你去那个会出事了，爸，爸。秦宇恒，你可知罪？你们是谁啊？你让你的父亲身陷险境，生死不明，罪不可恕。你让我过去。我要找我爸。晴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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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醒醒！晴儿，醒醒！晴儿，醒醒！晴儿，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刚才跟你一样，也产生幻觉了。母亲，你没事吧？See that over there? It's amazing. Never seen that before. Yeah, so do I. I make this one. 这个永恒之中，一定隐藏着什么玄机。所以他刚刚是用这个钟，催眠了我们所有人。你们都看到了画像。我刚才看到我哥了，我刚要跟他说话，就被你掐醒了。Which one is best? This one is perfect. This one? Do you agree? I think it's, yeah, great. 经过评委会的一致认定，我宣布，获得本届万国钟表大会的桂冠是武良先生和他的永恒之钟。来，恭喜恭喜！
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情况，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快。如果他可以短时间内这么快的催眠我们所有人，那上次我们在他家看到的星战，很有可能就不是真的。刚才秦大哥掐我的时候，用那么大的力道，都没把我的喉骨掐碎。可是武师傅一大把年纪了，怎么可能掐死人啊？我明白了，之前一定是我比他慢了一步，所以我们看到的全都是假的。都怪我怎么没找武师傅去确认效能？现在确认也不晚。那我去盯着武良，免得让他跑了。不行，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去。怕什么？如果有危险的话，你会救我的，对不对？不行。停一下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来给罗大使送礼物的。哎，站住！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警察，我要进去。对不起，这里是英国的领事馆，进下也不准进来。可是他们……袁娜小姐，袁娜小姐，袁娜小姐，坐车吗？小陈，你帮我个忙。什么事儿？行，见见。谢谢袁娜小姐，我去了。My dear friends, cheers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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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位先生，你找谁？罗大使，坊间都说杰克是你的叔叔，他在长山州挖坟掘墓的事儿，你到底知不知情？不就是挖了几个坟吗？有什么大不了？武师傅，哎，记得这个铜钱吗？你看，他们两个的心宅多像。可是我们脚下的钟表，却是静止的。这说明武师傅对我们有抗拒。我们要想办法调出武师傅的记忆，去和武良的记忆做对比。这个简单。你还记得，在武良的记忆中，那3个时间点吗？我们把钟表分别调到那3个点。新疆呢？你干嘛？拨时间啊！你调分针1圈，我调时针1步。你觉得我们2个谁会快一点？你快，你最快行了吗？赶紧。来。哎，怎么用啊？哎，
分针没动。不坚持。交给我，这个秘密永远不会有人知道，要不然我会不惜任何代价彻底毁灭你们。别以为你可以阻止我得到永恒之中。师父，徒儿对不起你呀，师父，师父。杀人，不能杀人！梁儿，你这个洋鬼子已经把真相都告诉我了。当初你收了洋鬼子的钱，在永恒之中上动了手脚，让我爹输了比赛，让我们裘家被满门抄斩。我们裘家？看来武良不是武师傅的儿子啊。他应该是裘敬轩的儿子，他应该叫裘良。这件事埋在我心里20年了，我对不起裘家，对不起你爹，更对不起你。杀害杰克的罪名，我来承担。就算偿还裘家的账，你去参加世界钟表大会，完成你爹的遗愿。要是你碰到一个叫江硕的人，就用永恒之钟去对付他。拿到世界冠军之后，立刻离开长山州。害裘家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走吧，办案要紧。吴师傅，
我有一事不明，您是否可以为我解答？请讲。裘敬轩是您的师傅，可是您为什么要帮杰克在永恒之中上面动手脚？哼，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我也没什么可隐瞒的。我师父当年说，他得到了高人的指点，造出了永恒之钟。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。我当时觉得师父偏心，不愿意传给我，便心生怨恨。加上那年我儿子生了重病，杰克答应我从英国买西洋药治好我儿子的病。我就一时糊涂，对永恒之钟动了手脚，从此无法恢复。直到世界钟表大会召开前夕，永恒之钟突然完好如初，我也不知道是谁帮我恢复了它。我只记得那天我回去之后，发现永恒之钟边上有一枚6指印记，随后我就得到了在长山州召开万国钟表大会的通知。那我师傅，我想，硕哥，袁大小姐让我告诉你，武良去英灵馆了。害裘家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不好，武良他要为父报仇，我们要阻止他杀人。杀谁？罗宾大师，他是杰克的侄儿。在逞强，什么爱情值得你受伤？时间会原谅大部分的过往，不再说谎，丢不掉的就好好存放，锁上了余香，不碰不痒，用思念去遗忘。放了它，别说话，沉默代替了回答。昨日光景像喜悦的窗花，过期就摘下。放了它，太挣扎，拉扯一段旧年华，还没学会坚强就要离场，他的模样在心底流浪。放了他，太挣扎，